Hello， 你好。哇，好漂亮哦！这么多美丽的钻石跟宝石，这是什么？这个是祖母绿跟钻石。然后祖母绿是。那安娜姐，我想问你哦，好像你在珠宝行业这么多年，已经是一个专家。但是对我们这个珠宝小白来说，走进一家宝石珠宝店，然后就看哇，琳琅满目，很多漂亮的珠宝，可能很多女孩子有这样经验，可是那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挑是最适合自己的。虽然说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都试完嘛，对不对？那至少比如说第一眼看上去，比如说有哪些的窍诀可以叫做大家那个就是好，就是不错。可能这样范围就会比较缩小嘛。OK， 好，那非常好的问题哦。那当我们选一个宝石的时候，我们记得一定要知道，我这一个戒指，我是要带来平时做的工作都会佩戴的，还是有特别的场合我才会去佩戴。它有日常生活用的，或者是出场合用的，所以它的 design 就会有不一样哦。所以珠宝珠宝就是要上手才可以。对，我们看一下安娜姐姐手上这个，真的是很美。哈，一定要够美。那譬如说，好像这个颜色。够美，那你试试看啊！我可以试试吗？对啊，你看可以试啊哈。那你试试看，戴在手上哈。那戴上去的时候一看它的颜色跟自己的手配不配？好，第一，它的颜色够配了。那第二，你就要看它的大小跟自己的手型是不是刚刚好？那刚刚好的话他就会说这一个不会抢的你自己的手，或者它跟你的手是相辅相成的。什么叫抢自己的手？抢自己的手怎么样抢？就是一看上去就只会看到那个戒指，就是看不到你自己的手的美呀。譬如说什么样的戒指？譬如说好像我的手指很短。如果我用很大的戒指的话，就会看不出我戒指美，但是会看到我的手很短。如果你是日常生活每次都要戴的话，所以它一定要够坚硬，对，要不然的话，你一下不小心，砰，碎掉怎么办？那好像这个钻石就是比较坚硬，对，那是祖母绿坚硬吗？祖母绿其实它是很坚硬的，但是祖母绿它很容易脆哦。这样子啊。它的绿色就是很高贵，对啊，很吸引人。很多欧洲的皇室或者阿拉伯的皇室他们都很喜欢祖母绿。然后也有它的小传说，就是它是有一个能够带来佩戴的人一个平安喜乐，或者是财富充裕的一种就是比较吉祥，对，有点像那个玉就是玉石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对。可是我就觉得它，因为我不晓得相机大家看不看得到因为这个安娜姐姐今天戴的那个祖母绿，它很特别，它有点比如说中国有像一些翡翠什么，它是那种很浓郁的，可是这个祖母绿呢，它的透亮，它是会泛一点点那个淡淡的蓝色的那种祖母绿，所以你就会觉得哇，它很高贵，但是它很清新，它又不会觉得好像很老气。所以今天你一戴这件，我一看到哇塞，就很喜欢这样子。像这样，我问一下，这个应该很贵吧？那这个东西贵还是不贵，其实是见仁见智。然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我通常不会用一个价钱来定位。那如果那个宝石我就是很喜欢，它又很配我，但是它很便宜它很便宜但是我很喜欢，那就也是算是跟自己有缘分的。对，就是说它看上去第一眼它够美，然后很配我，那好了，那再说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很稀有？那我们自己要看
这个是很稀有吗？那你买这个宝石的目的是我想要日常生活戴，还有我要传承下去哦，就是传家。对，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有看到啊，有一部前段时间超红的，不是去年《摘金奇缘》，那最后的那个她的杨紫琼演的她那个婆婆，她之前是不认可她那个媳妇的嘛，然后后来就送给了她儿子一颗，我在想说求婚的戒指一打开，一颗很大的祖母绿，这样子，所以那个就算是一种传家的。对，它就是一个传承。其实一个宝石之所以说是一个宝石，我是觉得我个人认为它不是在于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它的传承价值。因为当佩戴的人，他会是觉得，这个是我妈妈给的，这个是我奶奶给的，这个是我的奶奶的奶奶，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有他每个人的故事，有我们家族的故事，有我个人的故事。那今天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对呀，我们可以开始选一个宝石，然后我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然后你再把它传承下去，对，你就可以把故事的完结篇交给你的另一个传承人。那我们总结一下那如果我们再选一个东西给我们自己，最好的就是第一个够美，对，第二个够硬在珠宝鉴定来说，它是要超过第7。1到7的硬度，它要过7所以也是硬度，它也是会有一个标准。对，硬度是有一个标准。第3个还要够稀有，第4个它要够 fashionable， 就是款式要款式要够漂亮。那如果你根据这4个的条件来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不会错。珠宝是你来肯定它够美，不是它来肯定你身份。哇，这句话说得很棒哎！珠宝是你来肯定它够美，而不是它来肯定你的身份。我今天听完你讲的这4点就够美、够硬，然后是稀有，然后稀有可传承，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fashionable，fashionable 就是它的款式。对，可是我知道这几点，可是这每一个听起来好像都有需要掌握很深的知识才能够把握住那好像不是这样一条影片可以讲完的。对，我们会以后慢慢一个一个细节来把它分析下去。好，那就希望你多多的出影片，然后让我们这些宝石门外汉能够学到更多。好，下次再见喽。好，拜拜，拜拜。